先生，我年轻啊，同学们啊，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。获释前的一段时间，看管已经很松了，我和老曹可以见面说话了。我这位师兄胃口极佳，每顿饭一大盆油腻腻的饭菜，里边是什么鱼香肉丝啊，还有居然里边还有海参。我和李红林我们两个人啊，只能吃很少一部分，剩下一大半盆居然能被他一扫而光。这还不算，他还要求我用热得快给他煮豆腐猪肝汤，所以他不得脂肪肝才奇怪。到了5月9号，临释放之前，警察拿出一张油印的挺粗糙的悔过书，很为难的样子跟我说你看我们费了好大劲儿，好不容易为你争取到了今天这个最好的结果就是说不判刑，所谓叫教育释放，你就给个面子把这个手续办了吧，就是他们说就是个手续而已。我把这个东西全文抄了下来，一直保留在现在。然后我就跟警察说，你们也知道我根本无过可悔，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就签了，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假的，我也没多想就签了字。现在谁都明白，在外力胁迫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，这样的合同文件一律无效。可是我根本没想到，签悔过书在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一个罪过。也许这就是我这一辈子干的最让我后悔的一件糗事儿。我可以算是着了警察的道了。回家之前，先把我送到了四通公司，当时公司已经被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接管了。警察事先已经给我做过工作，让我冷静，不要发火。他们知道我的湖南人脾气。可是到那儿，我一听那个姓郭的工作组长说什么我已经辞职了，以后和四通没有了关系等等，我还是火冒三丈，臭骂了一通，然后把门狠狠一摔，甩袖而去。当时确实为了怕连累四通，我去绝食前特地给总裁万润南写了辞职书，但是他并没有批准。四通工作组如果想开除我，必须自己做这个决定，自己承担责任。他们又想讨好上级，又不愿承担责任，我觉得这也太无耻了。后来我冷静下来，觉得他们不愿担这么个臭名声，也还算是天良未泯吧。我有点反应过度了，直到现在，四通还欠着我1年的工资。当天晚上10点多钟，侯德健和高鑫就找上门来。侯德健是1989年7月份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，高鑫呢是9月份就被放出来了。然后过了几天，我们3个人就开始策划6·41周年纪念。我们预定是到6月1号要开一个大大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，他们2位还声称要借此把我打造成什么政治明星。据说当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听说了之后，都纷纷买机票往北京赶。很显然，共产党是不会让我们的阴谋得逞的。果然，到了5月30号，警察半夜敲门，把我们再一次抓走，关进了顺义县的叫怡园宾馆。我和这些一处的警察都成了老朋友了，所以当时也没什么思想压力。
他们也尽可能带我们出去散心，还带我去溜旱冰，对我们确实是相当的好。实际上，他们对当局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，有一些警察很抵触，经常忍不住在我面前发泄不满。有一位负责我案子的警察姓卢，是当年对越作战的侦察英雄，在战场上还被地雷炸掉了半只脚，退役以后当了警察。他有一次甚至说，再这么把我们关下去，他要辞职抗议。所以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，警察也并不都是坏人。后来我听说老卢早已经退休了，我这些话应该不会害了他。然后在这个怡园宾馆关了18天，当局就把我和高鑫给放了，然后把侯德健送到了福建，没收了他所有的身份证件，然后把他塞上了一条早就被扣押的台湾渔船，让船老大把他偷渡到台湾去。就这样，侯德健以偷渡罪回到台湾，判了2年徒刑，监外执行，也该算是一件千古奇闻了。侯德健非法入境、违反国安法的部分进行详细的侦讯。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讯问，侦检察官裁定侯德健所触犯的刑责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当场谕令责付。对于司法单位给予他责付处理的待遇，表示一点也不意外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处理，因为我的偷渡不是自愿的，我到了公海被他们送上一条渔船，我才发现哦，看样子我得偷渡了。到底在侯德健心目当中，自己算不算是一个名誉人士呢？我愿意是吧？但我不很强烈的感觉，就是说自己一定把这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种事业。我老跟这些记者说，我说我是个业余的。这时候陆续有被关押的学生获释了，开除了学籍，又找不到工作，而且我自己也丢了生计。这样我就想到，在我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投资办一个度假村，收容这些落难的学生。经朋友介绍，有人愿意投资，辛苦了1年多之后，工程建设到一半。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内部讲话当中点我和温元凯2个人的名，说我们是在积累经济实力，将来再和共产党对着干。于是有关部门一连4次下来调查我。当然了，马上就把投资方给吓跑了，弄得我们欠了一屁股债，好几年都没还清。好了，到了这年6月，美国的表弟罗安邦回到天津开发区，他要投资一个中美合资的电子公司，请我过去帮忙。其实他当时已经都干得不耐烦了，想把这个公司交给我接手。然后我就带上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的64当时被通缉的学生马少芳，到了天津。刚过1周，就被一大群不知何方人士24小时紧密跟踪监视，我们走到哪儿，他们就跟到哪儿。然后晚上一辆车，几个人守在我们的住处外边。这个上班是肯定上不成了，然后我就带着马少芳，故意满天津城乱转，专找人多的地方。这帮人就一会儿远一会儿近跟着我们，到商店里因为人多，就干脆就贴身跟踪。我们打量他们，他们就恶狠狠地瞪着我们。回到住处以后，我让马少芳去请他们的领导来家里面谈。马少芳回来跟我说，他们态度极其恶劣，让他滚回去。我一听，顿时真的是怒火万丈，当即决定明天跟他们大干一场。第2天早饭以后，我骑上自行车，后边座子上带着马少芳，先是在楼群里转圈子，
他们跟踪我们的汽车开不进去，就只好换上摩托车。然后我转过一个楼房的墙角停下来，他们急忙赶过来，然后我就调转头迎面冲过去，他们又赶紧就掉头往回跑，狼狈不堪。转了几圈以后，我觉得挺开心，就挑了一个楼群当中人多的广场停下来，就掏出相机，让马少芳站到我和这些跟踪的警察中间，我假装给马少芳照相，然后想要给这些警察留个影作为历史记录。这一下就把他们彻底的激怒了，一大群人冲上来，把我们2个人团团围住，就下手抢我的相机。我立刻趁势就高声大喊：“来人了，有坏人抢东西了！”周围的群众有几个胆大的想要过来帮忙，这些警察派人把他们拦住。然后一个戴墨镜流里流气的家伙就把我的胶卷拉出来曝了光，然后把相机还给我。我大骂说：“你们是哪儿来的不三不四的人？凭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还骂那个人说：“瞧你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，简直就是个流氓。”这家伙居然恬不知耻地说：“我就是流氓，你能怎么样？”我看目的达到了，就带着马少芳回家吃午饭，还睡了个午觉。到下午，然后我又骑车带上他，进了附近一个人烟最稠密的叫水上公园，然后我故技重施，又假装给马少芳照相，把跟踪的这些警察放在背景里一起照下来。这群人气急败坏，冲上来抢走了相机，这回就不还给我了。我照例是高声大喊：“抓坏人！”然后扭住其中一个，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找派出所。然后我们来到水上公园的派出所，我说我来报案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整天跟着我，不知道想干什么，还抢我东西，我要求保护。派出所的警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拿出纸来就要记录。那个当头的警察上去跟他耳语了几句，然后2个人走进旁边的屋子去密谈。过一会儿，派出所的警察走出来，装模作样的做记录，什么姓名啊、职业啊、事由啊等等。那些跟踪的警察先走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继续演戏。派出所的警察问我来天津之前的工作，我说我是运动员。他问做什么运动，我说我也就是时不时的去天安门广场溜一溜。马少芳在旁边听了直乐，警察也没听懂，还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跟我谈判，最后我们达成协议，我保证不在天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，天津安全局同意不再干扰我的工作。这我才知道是天津安全局的人。可是呢，过了几天，我表弟很为难的和我商量，说是天津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，让他劝说我离开天津，还说什么他们天津庙小，容不下你表哥这尊神。所以呢，没过10几天的功夫，我又失业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成了一个烈性传染病的带菌者，很难再找到工作。我自己也不愿意连累朋友，也就尽量自我约束，偶尔用假名字做点事儿。那时候我家就像一个难民营，落难的学生凡是无处落脚的，纷纷经人介绍到我家暂住。1992年初，高薪在美国帮我联系到做1年的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。92年底，我来到美国，为了拿到护照耗了半年多，据说过了3关。北京市公安局是第1关，公安部第2关，第3关还有哪儿我不知道。然后警方和我约法三章，
不能参加反动组织，不能污蔑公安部门等等，否则就不让我回国。我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，所以很小心地遵守了约定，尽可能地保持低调。在哈佛待了1年，我很用心地读了好多国内看不到的文献资料，对自由民主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，也应邀做过好几次关于中国未来的渐进民主化的讲演，参加过美国华人教会的一些活动，暑假期间还应邀访问了台湾20天，走遍了全台湾，还在台中看望了我的亲舅舅和大姨妈的全家，大姨妈当时已经去世了。然后又去俄罗斯、法国、德国、丹麦、瑞典、荷兰、捷克几个国家旅游，最后到洛杉矶的姨妈家住了1个月，然后就准备回国了。美国所有的亲戚都反对，姨妈和在台湾的舅舅老泪纵横地劝我不要回来，说至少你拿个绿卡再回去也不是。他们说你们一家包括你自己受共产党之罪还没受够吗？为什么还要回去？我说我爱国呀。我表弟嗤之以鼻，说你爱国，那个国家爱你吗？中国哪点好值得你爱？等等。1993年啊，那已经是94年初了，正是6·4镇压之后最黑暗的时期，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糟糕到了极点。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眼里，当时的中国干脆就是被世人唾弃的头号邪恶国家。加上我在美国刚刚1年，看到的都是美国的优点，在我看来，美国可以算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。所以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是看不出中国有哪一点比美国好。坦率地说，我爱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可爱，是因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和它的历史和文化血肉相连，是因为1个半世纪以来，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，让我深深地感觉自己肩上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沉重责任。也因为我留在美国不会对那个国家有任何贡献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条蛔虫一样，等于是挂在人家肚子里。而且我认为美国不会有大变化，而中国恰恰相反，每天都在变。而且中国变成什么样，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这1、2代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。另外还因为6·4的经历，使我多了一些自信，觉得确实有些事儿我做和不做，可能就会有所不同。其实人经常最难了解的是自己。坦白讲，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我确实是拼命的想要出国。当时我已经恨透了这个疯人院一样的全世界最坏的国家。只是因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新气象，还有就是6·4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，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正在觉醒，公民维权运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，宪政和法治开始有了一些眉目。现在的不关心政治已经越来越成为懦夫的借口，犬儒的托词，奴才的挡箭牌。然后1994年的2月初，我回到北京，和王丹、刘晓波等少数人头一次见面，我就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脱离主流社会，我们不要搞成一个自弹自唱、自我欣赏、自我封闭的小团伙，我认为那是根本不会有前途的。只不过呢，6·4镇压之后的这个中共政权，
在政治上倒行逆施，反和平演变，反市场经济。邓小平南巡之后，虽然有所收敛，意识形态的极左、媒体的铁腕控制，对批评意见的全面封杀，没有丝毫的改变。整个国家除了经济领域一片死气沉沉，令人窒息。因为没有人出头公开批评执政当局，我就不得不和寥寥可数的几个异议分子担起这份责任。但是没多久，这个小圈子就让我越来越失望。到了1994年的3月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 Christoph， 他要访华。他当时的姿态是空前的强硬，中美关系当时几乎是濒临破裂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岌岌可危。当时北京市公安局1处的处长，那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高伟，突然找到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帮个忙？”说不是帮我，也不是帮共产党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这方面我们的立场不同。”他说他是肯定要帮共产党，但是呢，他说前面不是说嘛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嘛，他知道我是会帮我们的国家的，帮中国人民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，不希望最惠国待遇被取消，那么做只会让中国的老百姓倒霉。你不是说为了这个国家，你个人的荣辱在所不计吗？然后他说 Christoph 一定要见王丹。可是上边是谁？后来我听说就是江泽民在亲自坐镇，下令必须在明天5点之前把王丹带出北京，不然就抓他。真要是抓了他，老高说最惠国待遇肯定就完蛋了。所以他请我帮忙把王丹带出北京。我一听，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，一旦将来传出去，什么样恶臭的脏水都会通通泼到我头上来。和中共的秘密警察合作这样的罪名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我想了半天，最后表示我认同做这件事的正当性，我愿意做。但是呢，做这件事风险非常大，搞不好我会背上一个大黑锅，这辈子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然后我说我必须有个见证，我要和陈子明、刘晓波、闵琦我们4个人一起商量，听听他们的意见，他们同意我才能做。这样呢，老高出去和他们一帮人商量了一会儿，回来说找陈子明绝对不行，但是呢，可以把刘晓波和闵琦找来。于是他们派车把刘晓波和闵琦接过来，然后我把情况一五一十通报给他们。刘晓波反对，理由是这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事儿。闵琦表示同意。我跟闵琦说：“你可想好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。”闵琦表示没问题。就这样，我和闵琦一大早，大概也就是5点多钟吧，5、6点钟来到王丹家，说服他离开北京。然后我们3个人到厦门住了10天。到了厦门之后，我通过外国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，代表我们3个人。第一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。第二，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国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。我这个意思很清楚，延续的意思是每年美国国会审议1次，不是永久性的。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对克林顿政府的一个严重的批评。怎么会给了中共最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？不要每年审1次，
这等于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是完全缴械了，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压力可言了。不出我之所料，刚回到北京，王丹就被许良英臭骂了一顿。然后许良英就到处说周舵是共产党的特务等等。这么说吧，在我们这个民运圈子里，就没有人可以幸免被指责为中共特务。其实真正的特务经常都是最激进、最坚定的，调子唱得最高的那些人。我从内心深处是非常鄙视这整个一套小儿科。我自认问心无愧，所以安之若素。是耶非耶，还是留待历史评价。古老的蓝在天上和2000年的云彩望着脚印，一步千年。黄沙柔软的怀抱，穿着风的衣衫，仰头呼唤，光阴回转。我在这里抚摸每颗沙，每一粒沙浸满了情话。梦中有你，拥抱着我染满星光的身体，日夜唱着多情的歌曲。